当王林看到姚希雪双目中的符文，顿时内心巨震，他居然有一股好似当年遇到了拓森般的感觉。在这一瞬间，仿佛姚希雪化成了他无法抵抗的无上仙尊。书接上回，王林见得那姚希雪的身影远远消失后，他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要知道，这血魂丹若真如对方所说那般功效，应是极为珍贵之物。但蹊跷的是，姚希雪竟然走得如此洒脱。以王林的性格来看，对方给他的这个血魂丹一定有问题。想到此，他召唤出曹一斗，经过询问，终于得知这血魂丹乃是天运星上排名可进前3的重宝，是血祖独门之物。但奇怪的是，就连修为地位不怎么高的曹一斗都知道怎么去辨认此丹真假。如此一来，王林立刻便清晰地断定，这一切都是血祖的计谋，此丹是假的。王林看了一眼手中蜡丸，喃喃道：姚希雪，既然你如此恨毒，那就莫怪王某无情了。3天后，军营千里外古山之上，姚希雪默然而立。此刻他眉头紧皱，眼神中略有焦急之色闪过。时间已经快到了，此人莫非真的反悔不成？就在这时，忽然远处天边一道长虹好似闪电一般迅速飞来，转眼间便来到了此地，化作亡灵。姚希雪见状说道：你来的还算准时，现在我要开启阵法，免得被人觉察此地异常。他说着，立刻拿出数个血色雕像，然后双手掐印虚空，画出一个符文。一拍之下，这符文居然化作100丈大小，印在了古山之上。与此同时，那些雕像一个个自行而动，但见天空上邀月之中紫意大浓，好似凡人界的天狗吞月一般。在这一刹那，整个大地都被紫色覆盖。走！姚希雪娇喝一声，其身子立刻踏步而去，王林紧跟其后。短暂的传送不适之后，王林出现在了一处好似星空一般的地方，一条粗约10丈的小路弯弯曲曲通向远处。他此时所站之处是一处约有100丈大小的平台，那传送阵法便是隐秘地刻画在了这平台之上。姚希雪盘膝坐在平台上，对王林说道：凝神打坐，感悟你的意境，获得资格烙印，才可踏上这条尊兽之路。他说完便闭上双目。王林打量四周，向前走去，在那条蜿蜒的小路前，他停下身子凝神看去。这一看，其双目瞳孔立刻一缩，这哪里是什么小路，分明就是一条身子无法估算的蛟龙般巨兽。联想之前姚希雪的话语，此兽显然便是尊兽。王林倒吸一口气，沉吟少顷，盘膝坐在平台之上，感悟自身意境。虽说沉浸在意境之内，但王林的警惕却是没有放下半点。他心神之中分出一念环绕身体四周，若是那姚希雪有什么举动，他会第一时间察觉。在打坐感悟之中，生死轮回画轴的虚影渐渐在王林体内出现。随着感悟，隐约间他察觉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从天而降，在这平台之上凝聚。这股力量悄然无息间向着姚希雪眉心而去。在这一刹那，姚希雪睁开了双目，只见在其瞳孔内闪烁出金色的符文。这符文是由3笔构成，虽说复杂，但却可以看出轨迹。王林与之目光一望，顿时内心巨震，他居然有一股好似当年遇到了拓森般的感觉。在这一瞬间，仿佛那姚希雪化成了他无法抵抗的无上仙尊，这种感觉极为强烈。王林深吸口气，强行把心底的震动压下，不再去理会对方。他清晰地记得之前这姚希雪双目内没有任何符文，很显然，这一切与刚才那无声无息出现的神秘力量有关联。王林沉浸在生死轮回天道之内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平台之上那股神秘之力再一次出现。姚希雪猛地睁开双眼，看向虚空，只见这股神秘之力环绕王林身体四周不断的旋转。此刻他整个心神进入到了一个奇异的状态，好似做梦一般，四周竟是一个个人影在眼前一晃而过。除此之外，在他的耳边一个分不清男女的低语声不断的传来，这种感觉持续了很久，最后那耳边的声音以及眼前人影渐渐清晰。就在彻底明朗的瞬间，眼前耳边的一切居然全部无声无息消散。在这一刹那，王林抓住机会，立刻将仅存的一道杀戮生之烙印凝聚双耳，在他耳边瞬间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：无为青林。与此同时，在他双目内出现了金色的符文，这符文是由6个笔画构成。见得这一幕，姚希雪面色难看，他没想到这王林居然在感悟中获得了6笔金符烙印。他冷哼一声说道：获得了金符资格，便可踏上尊龙之路，走吧。说着，他身子一动，踩在了尊龙之上，向前前行。王林把手放在眼前，只见在其手心之上，目光落下时，清晰地投影出一个符文。他不明白这金色符文到底是什么，旋即摇了摇头，身子向前一迈，便来到了尊龙小路之上，缓缓走去。这小路好似没有尽头一般。数日后，在尊龙路的前方再次出现了一个巨大平台，这平台之上屹立着一尊高约3丈的石像。姚希雪回头看向王林说道：此地便是第1层封印，你我2人每人破解1层，第1层我来破解，第2层由你破除。闻听此言，王林点了点头。姚希雪不再废话，直接一跃而起。在这一瞬间，只见一道金光从他双目内自动闪烁而出，这金光中蕴含了那金色符文。符文随着姚希雪目光一同落在了那石像之上，但见石像通体一震，升起一团白气。紧接着他双目蓦然睁开，姚希雪身在半空，一道玉符从其手中一闪而出，一字出口，这玉符砰的一下碎裂，化作一道浓郁的血光，立刻把这石像笼罩。那石像好似披了一层血一般，被生生的禁锢在了原地。姚希雪身子轻轻落在地面上，回头看了王林一眼，转身向平台的另一端走去。在那里同样有着一条尊龙化作小路出现。王林眼中瞳孔一缩，这石像的修为丝毫不弱于一个应变初期的修士，但此刻却是被姚希雪如此轻松封印。这一幕让王林对于此女有了全新的了解。他一跃之下踏上平台，从那被血衣封印的石像旁边走过时，其眉心之上的生之烙印瞬间凝聚双目，一看之下立刻穿透了血衣，看到了石像上闪烁的符文。这个符文只有1笔，很是清晰。看清了那只有1笔的符文，王林目光一
一闪，他发现这一笔好似一个基础，无论是姚希雪的3笔符文，亦或者自己的6笔符文内均都蕴含此符。不过王林怎么挥化之下，体内仙力都是没有任何反应。他沉吟少许，把那符文默记在心，便不再琢磨，转身跟随着姚希雪的身影走去。7天后，在这尊龙小路的前方再次出现了一个平台，这平台的大小与之前2个几乎一模一样，正中心有着一个与之前差不多的石像，唯一的不同便是这石像眉心中有一只半闭的第3眼。在尽头处，姚希雪回头看向王林，王林不是拖泥带水之人，他身子冲天而起，目光却是始终没有从石像内移开半点。以他的修为，若是用出法宝翼或者是施展3式杀招，破除此石像断然轻而易举。但王林的目的不是强行破除，而是要彻彻底底的了解。观察了许久后，突然王林眼中一亮，这哪里是什么石像，分明就是由一个个静止相互叠加在一起形成的静止之物。就在王林看清了这石像本质的瞬间，他身子落下，手持劲幡向前一挥，顿时其内的静止好似旋风一般冲出，把那石像缠绕在内。紧接着他双手不断的挥舞，一个个新出现的静止顺着石缝进入其内部。但见那石像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崩溃。危机之际，石像其眉心的第3眼蓦然睁开，立刻便有一道金芒在其第3眼闪烁而出。一闪之下，四周王林施展而出的静止顿时被生生逼退。王林目露奇异之芒，他在那金光闪耀的瞬间看到了一个金色符文，这符文由2笔构成。2息之后，那石像第3眼内的金芒消散，同时其身子蓦然崩溃。但见那崩溃中一道金色的符文闪烁而出。这一刻，王林忽然符灵心智，他右手食指下意识地抬起，一笔之下画出一个符文。这符文正是第1层封印内石像身上之物。一笔画完，王林没有停顿，直接在那符文之上又画出一笔，形成了刚刚在那石像第3目内所看的金色之符。此符出现的刹那，从石像体内飞出本要远去的符文，调转方向直奔王林而来，紧接着印在了王林所画的符文之上。见此情形，王林再次画出一笔，这一笔落下，顿时形成了姚希雪目内的3笔符文。在这符文形成的瞬间，王林体内的仙力自动运转，顺着他的手指融入到了符文之中，阵阵金芒如同万丈光辉从那符文之上闪耀而出。见得这一幕，姚希雪眼露极为复杂与震惊之色。他之前虽说来这里数次，也都注意过那些金色符文，但却没有如王林此刻般吸收了石像内的符文。姚希雪叹了口气，然后转身踏在了前往第3处封印的尊龙之路上。数日后，第3个平台遥遥在目。这一次，姚希雪一改之前封印，她毫不犹豫地展开自身神通与那石像一战。半炷香后，石像崩溃，不过却是没有金符飞出。王林目光一凝，内心暗道：这石像莫非是只有破解了其静止才会有符文融体不成？姚希雪面色阴沉，狠狠地一跺脚，然后看都不看王林一眼，再次前行。时间匆匆而过，转眼间1个月流逝。这1个月时间，姚希雪不给王林任何出手的机会。这一日，封印了第11道石像后，姚希雪望着前方第12道封印的平台，主动邀请王林共同出手。王林答应后，与其一同落在了平台之上。第12道封印的平台大小只有之前的1半，在其上没有任何石像，有的只是一扇巨大的石门。就在王林2人落下的瞬间，忽然一道白雾在门前凝聚，化作一中年男子。此人出现后，冷冷地说了句：“主人洞府，若无令牌，不得入内。”随后他目光望向姚希雪：“你已来此多次，施展的是当年血君功法，念你是他传承后人，我3次留手容你施展神通复活，但你却不知好歹。这一次，给我立刻施展复活神通，滚开，否则你将再无机会。”中年男子声音虽说平淡，可却有一股威严散出。听得此话，姚希雪一欠身说道：“前辈与先祖相识，可不网开一面？这洞府荒废多年，弃之可惜，不如成全晚辈。能接下我3剑之人，方有资格。你2人是一起还是分开？我2人一人接下1道，最后1道同时接下。”那中年男子闻言，二话不说，右手随意向前一指，但见一道金光立刻在其手指尖上凝聚。第1个上前接下，生接不下，死。这时姚希雪看向王林：“王道友。”然而王林却是微微一笑，退后2步，摇头道：“姚道友言谈不实，在下需要考虑。有何不实？此地绝非18层封印，若真的是封印，也只有12层。进入这门就是洞府。”闻听此言，姚希雪冷笑一声，他早就料到王林恐怕会临时改变主意，此刻不慌不忙，便直接如实相告。据他所说，此地是某个仙人留下的洞府，这洞府荒废多年，只有这一丝腐灵之魂存在。不过进入此地，感悟了金符烙印后，便是获得了入府试炼的资格。一旦获取资格，就必须要成功，否则的话，唯有死路一条。也就是说，想要生就必须成功进入洞府。听得此话，王林上前一步，沉声道：“前辈，出手吧！”说着，他抬起右手一指向天，顿时其体内被压制封印的魔念瞬间弥漫全身。那身为洞府之灵的中年男子二话不说，直接一指弹出，一道金芒直奔王林而去。一指之下，那金芒灵劲相互碰在一起，金芒看起来平淡无奇，但实际上却是极强，几乎眨眼间便破开了魔气，顺着王林的手指钻去其身体内。但见王林身体好似被一股大力撞击般向后抛去，这平台本就不大，此刻他的身子抛出了10台，向着下方虚无星空坠下。王林的重伤丝毫没有出乎姚希雪的预料，他不在意王林的生死，在意的是如何进入这洞府内。至于他父亲言及的不要与王林交恶，却是被他抛在了脑后。